說對美國來講，你說收割有其可能，但是最主要的，它要自保啊，它就是不希望被日本拖累。美國跟日本在睽違了15年之後，再一次的聯合，開始進行買進日元的動作。所以你看到日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164反彈回到了155了。可是關鍵問題來了，因為他們之間的匯率差距太大了，一個是1%，一個是3.5到3.75，這個問題不解決，你現在所投下來的錢就是肉包子打狗了。好，最新消息，日元崩盤哦，日本現在呢是向美國求救，還是美國要收割呢？因為川普最新也講說哦，這個日本有向美國來求援哦，是不是也暴露了有關於東京現在面臨的經濟危機呢？另外，我們看到的是包括它的匯率創下40年的新低，還有上萬家的企業倒閉，跟它超過了 GDP 260%的債務哦，日本經濟防線告急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你認為日本的經濟陷入慘況危機，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沒有，還有待觀察，留言寫2。我們一起做互動。日本的經濟是不是面臨數十年來最大的一場壓力測試呢？我們知道，過去日本的經濟可以靠着出口，靠着低利率，還有海外的資產，撐起了第3大經濟體。但是現在這個神話是不是因為面臨了4大危機，所以不在了呢？好，這4大危機包括了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聊的日元暴跌，還有內部通膨升溫、企業倒閉跟債務失控的4大日本現在面臨的危機。先來看日元的部分，現在跌到了新低點，40年新低，迫使美日哦睽違多年，這一次決定要再次的聯手來干預匯市，就是認為說，日幣啊真的不能再跌了。好，我們先看到日本做了什麼事情，再來看美國做了什麼事情。日本為了要救日元，其實呢，今年4、5月就已經開始救了，不是現在才救。當時政府出動的是11兆的日元來護盤，結果有沒有用？幾乎是完全沒有用的。所以日本這一次可能再投入530億美元護盤，到底有沒有用呢？其實很多專家也不看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美國又做了什麼樣的動作來保護日元呢？美國方面，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啊，希望我們幫助日元趕快的穩定。那川普也說，其實呢，我們幫日本對我們也有好處，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句話什麼意思？等一下我們來特別解讀。再來，財政部呢也在7月31號傳出他們會接下來怎麼做呢？把歐元給賣了，乾脆買日元吧，來幫助日幣的這個支撐。那有媒體就拍到說，當時啊，貝森特其實呢，他就在寫一個有關於代辦的清單當中呢，寫到被媒體拍下來說，貝森特寫要接下來買進50到100億美元等值的日元，要來護盤日元。大家也在看說，你美國要介入去護盤日元，是不是不懷好意，而不是真的要幫助你的盟友？現在呢，專家也列出了3個原因，為什麼美國要去護盤日元。第一個是避免日元過度的貶值，弱勢的日元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的，這樣會衝擊美國的製造業，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要防止日本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而日本長期持有美債是主要的持有國，如果日本的金融市場表現不好，恐怕也會重擊美國。第三個是它要維持全球的金融的穩定。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元40年新低？川普說了，日本向我們求援，難道是揭開日本的經濟危機嗎？再來，為什麼他要救日元呢？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回頭看，1985年曾經有這一場廣場協議，美國曾經透過這個救日本的匯率干預匯市，讓日元升值。結果後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日本它的這個泡沫的危機。那這一次他伸手救日元，真的是救盟友嗎？還是變成美元霸權下的金融收割？兩個問題，委員怎麼看？對，剛才思敏告訴大家，專家所分析的這個3個原因都是存在的哦。那麼現在對川普來講，他正在下的是全球的這個一盤大棋哦，所以大家仔細要看的是說，現在的能源問題沒有解決哦，所以原油價格持續的在飛漲。未來的這個情況戰況如果再變得激烈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更難解哦。然後呢，美國的國內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哦。那麼現階段他也不敢這個用升息的方式，因為現在美國所面臨到的不是升息可以解決的哦，就是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是來自於外部啊，是來自於這個全球的能源價格跟糧食價格這個全面的漲價哦。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你升息就可以把這個通膨壓下來的。那當然，在包含現在 AI 的這個何去何從，很多的 AI 產業現在面臨了一個盤整期哦。大家對於很多 AI 巨頭不斷的在市場上吸錢，可是卻始終無法獲利，大家開始
產生了高度的憂慮哦。然後再加上 AI 產業又面臨到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這個 AI 的這些模型的這些威脅哦。所以其實美國的股市算是搖搖欲墜的，這就是大家為什麼最近看到這個股市漲漲跌跌，而且幅度都很大，一點風吹草動，這股市就大跌了哦。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日本的日元仍然無量下跌，那麼這對全球的金融局面來說是造成一個非常大的變數的。那麼一旦這個全球的金融的是緊密互相連結的狀態，就有點像什麼？大家知道，就有點像一群登山客，大家都綁在一起，每一個人都用繩索綁在一起。日本也是國際金融體系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當其中一個登山客掉到山崖的時候，他就有可能把大家一起拖下去了。所以你說对美國來講，他當然啦，你說收割有其可能，但是最主要的，他要自保啊，他就是不希望被日本拖累。不過現在的問題來了，在今年的就是前幾天7月31號啊，美國跟日本在睽違了15年之後，再一次的聯合開始進行買進日元的動作。那你說美國跟日本聯手買進日元，當然你是在短期之內它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果，所以你看到日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164反彈回到了155了。那可是關鍵問題來了，這要有2個因素大家要考量的。第一個因素是美國跟日本聯手，你們投下來的子彈能不能夠跟市場的空頭力量來做比拼啊？市场的空头力量可能有2種啊，一種就是所謂的这個對沖基金哦，那麼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一般市場上的散戶哦。那麼現在變成說這2股力量開始對沖，所以我很關切的是，你日銀究竟要投多少美元啊？你投530億，再加上這個美國財政部的100億，不過就630億哦。630億，短時間內守得住，長此以往呢，你每天都要不斷的在買嗎？去守住你現在的這個日元的狀況嗎？而且各位知道，通常國際這些空頭力量哦，就當然這一次我們不曉得是不是有計劃的在空日元哦。那麼如果是有計劃的，各位就可以看一看當年1992年 Soros 去空英鎊，他是怎麼做的？他是用了外匯的遠期合約再去綁銀行的信用額度啊，這2個綁在一起，讓他的槓桿擴大10倍。他投了10億美金下去，可是他用100億的美金去空英鎊，最後把英鎊打垮了。所以到底市場的空頭力量有多大？630億或者700億甚至1000億，能不能夠敲動，讓市場的空頭力量要立刻來進行回補？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做後續的觀察。是。第二個關鍵問題是，他現在打算怎麼做呢？他短期之內把它拉升，然後他希望讓這些過去我們講到的借日元去買美元賺這個套利、這個價差的人。因為會面臨到了匯損的問題啊，就是你當時借的日元的這個額度是很低的，可是因為日元現在在漲啊，所以你在這個你借了日元去買了美元，你所得到的收益，在面對到你的匯損的時候，究竟划不划算？他現在在做的是這個盤算。可是關鍵問題來了，因為他們之間的匯率差距太大了，一個是1%，一個是3.5到3.75，中間差了2.5到2.75的利率哦，所以除非今天匯損很大，大到這些。借日元去買美元的人不得不回補，是。那在這個情況之下，這樣的一個趨勢才能夠擋得住。所以其實長遠來講，他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匯率的這個差距過大。這個問題不解決，你現在所投下來的錢就是肉包子打狗了。你就是不斷的在投下去，那就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子彈能夠把這個洞填平了。好，這個是有關於目前日本金融市場所面臨到的困境哦。那其實我們看到整體的金融市場也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表現，甚至已經衝擊到日本實業，然後呢，引爆了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日本的企業倒閉潮。我們來看到最新的一個真實數據，日本企業去年破產10505家，創下10年新高。今年上半年破產家數也有達到了5000家，特別是我們看到這個負債額達到1000日元以上的日本企業破產數，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左右。背後的原因，現在說除了這個物價飆升之外，還有日本的缺工問題、能源成本增加，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日幣貶值，造成進口的成本暴增，而受到影響衝擊最大的就是這些中小企業了。當中我们要來看到一間是成立超過70年的日本老牌支付企業，叫做全東信，最新它宣布破產了。要知道它的衝擊是因為它下面它的客戶合作的商家大約是20萬戶，如果它破產，預估會影響到2萬家的店家，涉及53億的日元貸款。這個是單一危機嗎？還是只是日本的一個還是它是一個日本的內需跟金融體系整體的一個問題？楊老師又怎麼解讀？它根本就像是借雅人演的那個
半澤直樹》這部片的重演。也就是說，加倍奉還在關西的銀行整個介入到的整體幾十年來的，就是隱藏一些資產的問題，然後不斷的擴大它裡面內部的這些財報的造假，然後最後呢一爆而發，變成就是一個非常嚴重到影響到整個日本經濟以及相關的這些支付系統的問題。全東信其實它是來自於大阪，很早期的時候，應該是在疫情前，它就開始就發得很大。疫情前的時候，它曾一度一個月的收入可以來到財報上看到是80億日幣啊。那但是疫情的影響，第一個就造成整個這些小商家的這個就是收入減少，所以它的收入一下減少到50億日幣以下。它的主要的模式就是說，它跟那些大型的這些第三方支付，它就叫第三方支付，是，也就是消費者跟小商家買的東西之後呢，我用刷卡、信用卡的話，你通常等個幾天，甚至要等幾個禮拜哦。信用卡公司在處理過相關的過程了之後呢，才會把錢給這個商家。大型企業不擔心，但小商家如果說今天100萬日元的這個消費，我隔一天就能拿到，那當然就會影響到我後續的整個物流以及這個相關的這些賬務。那因此呢，他就用這個方式，我先墊給你，我扣掉了你加入的相關的手續費的這個，我先墊給你，然後之後呢，全東信再去跟信用卡公司去取款，是這樣子的方式。然後他就中間賺跟廠商家的這個就是手續費，那如果多的時候呢，那當然他就賺多了，但是這裡面就問題重重。怎麼問題重重？第一個，當然疫情是個影響；第二個，後來像是 PayPay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類似這樣用刷 QR code 的方式，大陸叫做微信跟這個支付寶。那這些方式呢，就越來越方便的時候呢，用信用卡的這個比例就降低。但是有一些小商家，他可能還是接受以信用卡為主，不接受這個 PayPay。不過現在我看到日本大概已經很少不接受 PayPay 這樣一個做法的了哈。因此，但第一個這個量就減少，然後第二個，當它爆發之後，他發現到他過去不斷的造假，他的財報造假，他的整個負債造假，20年的造假，那這個就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現在到底這個過程當中，銀行怎麼會不知道？信用卡公司怎麼會不知道？還是說大家共同的來去做了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一種欺騙的行為？那這就是直指問題的核心。那日本很多事實上，這種中下游公司或者是相關的這種企業公司相互的持股投資的情況之下，它就造成相互的造假掩護。那這個就我們看到類似像半澤直樹這部片子裡面一模一樣的情景，就出現到今天全東信的這個案子當中。好，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債務問題。那我們如果來看，望眼是有關於日本的國債問題，其實呢更嚴重了，因為現在日本的國債已經超過 GDP 的260%了。那日本政府每年支出當中有25%是用來支付這些債務的利息的，等於日本政府每花費4元，有1元都是在還債。那日本現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趕快加強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APEC， 他們希望能讓高市早苗跟習近平見上面，但是中國大陸現在態度也非常的強硬如果說日本不調整對中的政策的話，他們是不會安排2位元首來見面的。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講到這一次的外匯干預的部分外匯干預其實是一場信心的遊戲信心的遊戲會取決於我們剛剛聽到這個大千委員特別講到布空單的部分那其實這一個外匯干預最不希望的，也就是市場產生任何的疑問，但是疑問出來了，也就是你美國去買日元，你為什麼用的不是你美元？你為什麼直接拋售的是歐元？你是因為如果你用的是美元的話，是不是你的債務更加的高漲？然後你美國其實沒辦法，那這個也就變成原來只是日本的問題，現在反映出你美國也有問題。而且呢，如果我們現在看這張圖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剛剛有主持人有特別講到在這一個今年已經2次干預，也就是我們看到1月23號跟4月29號。可是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反彈的速度。第一次它這一個反彈的速度還比較慢，第二次立刻反彈，意思是什麼？因為你越干預呢，越心虛。大家知道這個就是布空單直接狙擊你日元最好的時機點出來了。那現在美國介入的時候，是不是也就證明了這麼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講到說，現在這個問題其實是日本真正的債務問題，結果把美國一起拖下水。熊本爆發的7.1級的這一場大地震，直接影響的就是半導體的供應鏈受挫。那麼包括了東京威力科創2座的工廠宣布停工之外，在熊本這邊之所以特別的重要，因為很多的半導體大廠也都在這邊，除了有台積電、Sony 之外，還包括了瑞薩電子等等哦。現在在評估說是否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呢？其他受影響的企業還包括了豐田3家的工廠已經暫時先停止作業了，再來就是本田機車的熊本廠也停工，目前這一場意外造成13死亡，數字當然了還在持續的統計當中。另外就是另外一場同樣也是影響半導體供應鏈的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對於日本稀土氦氣等等的這個出口計劃，直接打擊了包括了日本的企業，像是它的日本的科技業、汽車跟軍工產業等等哦。那直接影響的包括了有豐田、日立、三菱重工、信越化學等等這一些知名大廠的核心企業哦。日本現在就算是拆了空調，還有深海要去挖，包括了稀土要做提煉，到現在是無解的。那日本的產業界最新也估計了說，如果中國大陸的稀土持續緊掐的話，再這樣下去，1年恐怕面臨2.6兆日元的損失，這個規模占 GDP 的占比來到了2.3%。除了在產業上面剛剛看到一系列的影響之外，我們現在要來看到日元跟日債目前又面臨了哪一些重大的影響。首先，日債的規模已經達到了1200兆日元了，占 GDP 最高甚至高達250%，長期維持是全球最高的負債國家之一。日元的部分崩跌到163大關，引爆了現在投資人也在失去對於日元日債的信心，是否引發拋售潮？等一下也請委員帶我們看，因為也有專家提到有可能會爆發這樣子的一個事情。市場現在也憂心政府持續的擴大它的支出，尤其高市早苗最近還要降低這個食品稅，是否再增加財政上面的負擔呢？這個也是外界所關心的。面對現在各種的壓力，日本高市早苗怎麼說呢？他說自己沒有應該要去反省的地方，而看到了最新民調，高市的支持率從6月份還有51%，一口氣現在下滑了至少10個百分點，來到了歷史新低，只剩下40%的一個支持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本的債務危機？另外高市說沒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日元跟日債是否引爆拋售潮，也是現在專家所擔心的。政治危機加金融危機的雙重風暴會不會正式引爆？委員怎麼看？當然這個情況非常的不好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高市內閣我估計在今年年內就一定會下台了因為高市內閣除了高市自己的表現太過於跳痛那麼不符合日本國民的期待之外，其實高市在最近這段期間全力在推動軍國主義復辟跟抬頭，這也不太符合日本大多數民眾的想法。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日本不管是地方議會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民間有各式各樣的抗議抗爭的行動，那更不要講高市自己陷入了一個醜聞當中，而這個政治醜聞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解開所以對日本首相來說，他只要陷入醜聞，幾乎就已經敲響了他的喪鐘了。這個高市內閣要解散只是遲早的問題那至於說日元的狀況更慘我覺得日元是一個死局就是我看日元的這個局勢幾乎是根本沒有辦法解開的大家知道現在日元之所以會造成這個匯率無量下跌，最主要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它跟美元之間的利差太大了。現在大家都在做利差交易，日本的基本利率是1%，美國現在的基本利率是3.5%到3.7%，所以你一般的投資者你會怎麼做？你會去日本銀行借日元，因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你跟銀行借日元那個利息很低你借了日元之後呢，通通跑去買美金，買完美金之後就存到美國去收那個3.5到3.75的利息，你中間賺的利差交易，再拿一點去把利息付掉，你就賺了。現在日元之所以無量下跌，你甚至日本這個央行日銀說出來要來護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唯一最重要的症結點
就在於日本敢不敢升息。好，關鍵問題來了，日本敢嗎？剛才這個思明給大家看到的，日本現在的債務已經到了 GDP 的250%了。通常在我們總體經濟學上，債務只要超過 GDP 的100%，你就是一個債務國。它是250它的欠的債是260對，叫邁向260了。你知道它也是2.5倍到2.6倍的狀況了。那關鍵問題來咯，你欠了一屁股的債，那你平常要幹嘛？你要付利息給人家。那因為你現在基本利率很低啊，就1%，所以你現在的那個日本公債的利息不用付這麼多。可是如果你一升息呢，那你一升息，你接下來所有的債務的利息全部都要提高咯。那這個時候你扛得住這個債務嗎？你的利息付得出來嗎？更不要講日本的企業也在跟銀行借錢啊。你現在一升息之後，日本的企業跟銀行借錢借的，大家知道银行借你錢都是浮動利率的，它都是以基準利率用幾倍來這樣算的。所以當基本利率一改的時候，你的浮動利率就跳上來了。那在这種情況之下，日本的企業撐得住嗎？第三，日本是一個完全靠進口的國家，日本基本上沒有任何原物料。現在在這個全世界這麼混亂的局面，特別是在這個能源價格高漲的過程當中，大家看到的那個通貨膨脹的這種壓力，所以日本的企業它進口的原物料的價格就變得更高了。所以原本大家以為說，哎呀，日幣貶值，它的競爭力會變高一點。可是那已經過了一個死亡交叉了，日幣適度的貶值對這個出口的產業有幫助。可是當你貶到太誇張的時候，再面臨到通貨膨脹壓力，再面臨到你這個整個匯率的壓力，你的原物料的價格遠超過了你這個出口能夠得到的獲利哦。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所以光是我剛才講的這3點，我還沒有講一下其他的複雜的因素，光這3點，坦白講，我就已經想不出來到底日幣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出路跟解方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是160，我看現在看170，甚至到180甚至200都是有可能的。那麼跌到什麼時候呢？如果日本現在放手不管哦，我告訴各位，當然跌到某一個時刻還是會停的。跌到什麼時候呢？跌到真的符合供需關係的時候，它就會停下來了。可是那個情況對於整個日本來說，可能就是災難性的結局了。所以現在日元跟日債出問題，專家也就說會不會引爆所謂未來的拋售潮，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關注。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要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呢，我們看到在有關於稀土還有它的企業界的影響，因為這場地震再加上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稀土，這個雙重打擊，苑老師有怎麼看？這個熊本地震啊，再加上日本的這個產業升級就失敗啊，有原來哈，剛剛我們這個委員講了非常多，我可以大膽的預言呢，日本絕對是完蛋的了啊，因為但是話說回來，如果說要分析針對於地震以及這個產業蕭條的情況下來講，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天作孽猶可為，人作孽不可活"。我們現在講說天發生地震，我剛剛舉這個例子也是台灣也有地震，這個沒有什麼好講。但是的話呢，風雨生人，就是風雨生信心啊，大家就會覺得說有地震的話呢，日本應該是能夠撐下去。但是日本的產業為什麼衰敗呢？我舉3個原因啊。日本首先的話呢，第一點就是說剛剛這個大千已經介紹這個日本的這個匯率的問題，這個情況非常嚴重，我們不多講。然後第2個問題的話呢，就是日本現在的話呢，為什麼沒有稀土？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號莫名其妙冒出了一句安倍晉三被打死的之前說的話，他說台灣有事啊，搞了大陸話呢，非常沒面子啊。大陸講說我平常對待你很好，因為日本的產業之所以厲害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造成了環境污染的稀土的產業，它不生產，全部交給這個大陸來生產。然後呢，日本環境很漂亮，又搞觀光啊，又有好產品。那現在沒了，稀土當中日本想了3個對策，第一個用偷的，跑到大連去偷啊，那個富士電機，結果沒偷成被抓到了。然後第2個的話，撿垃圾，從那個舊的冷氣機裡面撿垃圾，撿了不夠用，弄來。然後第3個到海底下那個什麼鳥之島底下，什麼挖了一些爛泥巴以後，什麼現在那個泥巴以後能管什麼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講不清楚。所以日本現在的情況下啊，就是說高市早苗的話，唯一的能夠獲得支持原因，就是把中國看得非常非常的不行啊。要什麼台灣有事的話，日本就要來，讓你來試試看。但是我告訴大家，在這邊我要強調一下，日本每一次遇到國家經濟情況不好，就國家快完蛋的時候，想辦法找一個國家來偷襲。現在日本的話呢，他們的防衛廳廳長小泉進次郎就要開始要鬆綁他們自己的反核3原則。那對大陸來講的話呢，這真的是底線。所以日本的話呢，就是說除了天人他們之外的話呢，日本自己的未來的發展，我覺得日本自己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我們現在也是感覺上，日本好像突然之間
從原來覺得不錯，現在變成一個非常有麻煩的地方。是，那所以盧院老師也帶我們看到，現在日本除了提出這個反核3原則之外，是不是要往軍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從這當中也有一些跡象。首先，第一個最新消息是外媒特別做的報道，爆料說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接下來要允許國家直接持有部分的國防生產設施，來因應未來如果真的爆發了戰爭，日本可能面臨彈藥不足、供應鏈不足、生產不夠快速的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日本持續擴大它的國防支出，正式突破8兆，並計劃在2027年讓這個防衛支出達到 GDP 的2%，這個支出其實只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之後的第3個國家了。資金投入的方向是不是也是要往軍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因為它主要投資在長程飛彈、無人的武器、防空系統、彈藥庫存等等。所以現在日本的問題是一方面面臨在經濟上、金融上面的危機，但是一方面又擴大在軍事上面的支出，要往軍國主義做發展嗎？幹哥怎麼看？在2次大戰爆發以前，雖然大家都很知道石川島薄膜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重工這些都耳熟能詳，當時都是在政府的管制底下的。其實他們的生產跟他們的營運受政府的政策影響很深。那個是在戰爭之前。那現在戰後呢，日本不允許擁有軍隊之後，這些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都是各自發展，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你知道為什麼防衛省現在最近提出一個法案，叫做 GOCO 法案，就什麼你知道？就是這個政府持有，然後民間營運，要提出這個新法案，就是說以後屬於這些軍工產業都由政府來持有，那這個交給民間去營運。那我心裡就在想，你不可能從日本固有的工業裡面去把這種股份給抽出來，變成國家所擁有，這根本做不到，對不對？那你為什麼防衛廳或防衛省你們會有這樣子的想法，會想要說，我把那個這個像這些大型的軍工產業的這個持有變成政府所有，然後交給你們去營運，這就是什麼？你知道？這我給你點破，這就是軍國主義復辟。他就是準備我政府抓回了這些最主要的重工業的生產之後，他將來才能夠隨心所欲的就自己日本政府他自己本身他就可以進行擴張，或是進行什麼进行海外部署，甚至可以拿回軍工業的生產主導權，可以開始外銷，這些通通都是在長遠的算計裡面。所以你說你現在你看看他們最主要的，他就是說將來你看我們長程巡弋飛彈高超音速飛彈以及無人機的沿岸系統這些都耗資巨大那這些耗資巨大就影響到日本將來的防衛白皮書，它到底應該要怎麼做？而且這裡面雖然利益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國家能不能夠掌控。你說三菱重工，你現在每年你要生產多少戰機，生產多少的引擎，這些東西老實講一句，都不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所以我要把它拿回來。將來一旦有事，什麼有事？太平洋有事了，或者是北方四島有事了，或者是我要抵抗這個俄羅斯軍隊的入侵了，那我們政府自己本身就有馬上擴充產品設備的生產速度，比如說愛國者飛彈比如說這個日本自衛隊的火炮、戰車等等，所以大家就曉得說，日本這種態勢2027年的預算國防預算已經到了9兆日元了，你就曉得說，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我們現在正在密切關注這樣的現象，將來有一天你就會知道說，原來這個 GOCO 也就是政府持有、民間營運這樣的措施，從以後的事態發展就可以看出，當初就是像我們今天在講的，原來如此，日本政府它是不是
逐漸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上。這一回高市早苗狂勝了，他破了修憲的門檻，他還喊說接下來要參拜靖國神社，並且今天會關心會不會做非核的鬆綁，踩的是東亞紅線。另外關心的是日元貶、日債跟金融會不會成為不定時炸彈。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特別聚焦，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來看到的是高市早苗這一回掌握到了修憲的門檻，我們要來關心到說他喊說日本要變成的正常國家是真的嗎？還是回到過去的軍國夢呢？日本現在正式的走上極右路、極右派，也等於左派正式滅亡了嗎？東亞安全因此升溫嗎？第二件事情來關心的是川普。他公開的站隊力挺日本的候選人，這個是巧合還是全球的布局？接下來如何影響到中日的發展，會直接對撞嗎？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日本的經濟，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經濟嗎？還是日本將會面臨3殺危機？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特別來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變天了哦。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個修憲的日本自民黨因為一口氣贏得了突破2/3的一個修憲門檻，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張空白的支票，他接下來要怎麼寫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來做了。我們趕快來看到，那麼高市早苗也不諱言的在公開談論到參拜靖國神社這件事情，並且呢，先取得周邊國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這樣子的一個言論，他認為，他已經透露說，高市早就已經說過了，即使身為首相，也會參拜靖國神社，不會在意中韓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了。我們來看到，其實呢，在眾院真的改選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经強調過了，他有意將日本的自衛隊寫入憲法的第9條，並且從去年11月份他就說過了，3份的安保相關文件他會做修改。工作從此刻開始，等於就是要重新來定義非核3原則了。專家亮子說，他說這可能會改變日本整體的國家形態。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來關心到是現在日本的修憲門檻確定過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會不會就是動非核3原則？剛剛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國家是真的正常，所謂的正常的定義是什麼？會還是軍國主義復辟嗎？從軍事角度來看，對整體接下來東亞局勢會造成有多大的影響？艦長怎麼看？我們看到啊，日本那他認為他不是正常國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國家不是他決定的，是美國決定的。那至於說，正常國家或者是軍國主義呢，這個不是2選1的問題，而是它漸漸發展，也就是它的層次性的問題。那這個問題呢，其實決定在美國。為什麼？因為也就是美國要讓日本，作為這個代理人哦，那這個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國大陸。所以我們大概這2天呢，我們會從中國大陸，還有從俄羅斯，還有朝鮮，我們都可以聽到類似於放棄幻想、準備鬥爭的這種話語啊。其實，在前一任總統拜登任內，他就已經想要遏制這現在的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發展，所以他在這一個2023年的8月18號所謂的大衛營精神宣言裡面，他就提出了有關於美國提供這個延伸威懾的部分。延伸威懾簡單的來講，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韓國這個核子保護傘，他希望日本跟韓國不要發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現在大家常常講的核分享。所謂的核分享，並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而是實際上來講是美國進駐到它的一個核動力潛艦進駐到這些區域，但是實際上打破這個現實的就是川普，因為川普實際上來講，他將這一個核潛艦的技術分享給韓國，那日本呢？日本一定會覺得，那我的那個國家的實力實際上是在韓國之上。既然韓國有了，那我為什麼沒有？那另外呢，其實我們如果仔細的看
日本的話，我們現在等一會兒會討論到有關於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這一個濃縮鈾，美國就在那邊叫得尬天正響。可是我們仔細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實它是有47公噸啊。那它要那麼多的布到底是做什麼？那它的目的很單純嗎？當然不單純。那其實我們講到軍國主義，它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就是將二戰的這個責任呢放到陰暗的角落裡頭。所以他改教科書。那他改了教科書之後，所以年輕一輩的人都覺得我們國家為什麼不正常？因為他們根本就對於二戰，他們日本應該要背負的責任，甚至侵華的這些舉措當中，他們做了多少次的屠殺，如何的蹂躪中國人民，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意識這麼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國是透過北韓，然後來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韓，那他自從他有了核武之後，他好像也沒有這麼強。那他後來他們就開始把中國大陸來當做一個假想敵。那另外他們就想要透過這一個提升自衛隊的質與量。那我們講到說，對於就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惡感啊，其實從最近的一個民調，我們就會看到，如果對於中國的感覺來講，覺得不太好的占到了86.4%，但是相對於美國來講，他們覺得不好的只有28.9%，覺得很好的是70.8%。那這一個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討論台灣有事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所謂的中年就是50歲以下的，其實都覺得台灣有事這句話沒說錯啊。這個也就是高市早苗為什麼可以帶着自民黨直接跨越2/3門檻的原因。所以我們這樣講，他一定會對於這個非核三原則有所更動，當然也可能更動他的一個戰後憲法，變成所謂的正常國家。好，剛剛艦長也幫我們特別看到了這一份最新的民調，顯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現在其實比較傾向跟美國友好。那確實，外媒現在也針對日本未來的動向做了一個定義，說未來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對中國更強硬，對美國更靠攏。特別是川普在選前公開的力挺高市早苗。那麼當然了，朝日新聞是直接開槍說干涉日本的內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許多的媒體都直接講說，美國總統這一次直接公開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選人是非常罕見的。那其實對於川普來說，我們看到最近他一直公開的力挺多個國家的候選人啊，或者是多個國家的總統等等，指導江山，這背後的目的，針對於日本到底是為了什麼？那中日接下來的關係如何發展？委員又怎麼看？中日關係當然不會好嘛，因為第一個，中國大陸面對這個處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權好，那只是不要壞到哪裡去而已。那第二個啦，我們來考慮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為什麼要跟中國好？他就先問這個問題啊。他沒有這個誘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說川普為什麼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現一個抗中保台親美極右的政權，正是這個川普美國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當然要在選票最後關頭裡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讓他的這個右派的選票不畏風雨出來，親美右派選票不畏風雨出來投票嘛。因為這個日本的這個最近那個下大雪下得蠻嚴重，天氣蠻冷的啊，這個是有鼓勵作用的哈。我們不能輕忽這個美國人日本人親美的傾向，所以這個是有很大幫助。其實也不要忽略哈，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台積電也在最後關頭幫助了高市早苗。因為高市早苗在選戰過一直被批評啊，你沒有產業政策了啊，你沒有經濟政策了，千言萬語都不如台積電出現。台積電看跟高市早苗合開記者會，我要在這裡蓋這個高端的這個半導體這個製造廠，3奈米的，跟美國一模一樣。你看，整個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體，所有日本的電視啊，所有日本的宣傳機器，全部都在報道這個消息。你說魏哲家對這個高市早苗幫助這麼大，
是誰叫他去的？是賴清德嗎？還是川普？我們永遠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這2個人以外，還有人會叫他去哈。對，還是說魏哲家自己主動去了？這個當口是很明顯的是在給高市早苗加分嘛。所以高市早苗可以說，我今天講說撈了好幾桶金了，好，每一樣都是戰術戰略都成功。那未來的兩岸關係，也沒這個中日關係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國的。換句話說，美國可能會繼續演白臉，然後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臉，因為我們要遏制中國崛起。所以我經常跟中國大陸的朋友講哈，你不要相信哈川普那一張嘴哦，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樣，不能相信啊。為什麼？他就是表面上，哎呀，習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啊，習近平是最偉大的領導人啊，唯一的啊，這個啊什麼，講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實上他準備刀子啊，他看不出來嗎？一下子批准台灣什麼援助10億美元，2要求台灣編國防預算等等等，反正這個都準備刀子，而且日本是在這個他最好的工具比台灣還要好，為什麼最好的工具？因為日本本來就有抗中情節啊，跟其他人不太一樣啊。而且日本你給他一點甜頭，你給他再武裝，那日本會不會走向軍國主義？不會，因為軍國主義就是軍部控制政府，這個事情在日本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軍隊，拉拔軍隊，使軍隊變成這個亞太地區另外一個中型的軍事強權。這個會出現的，這會出現。那這個就是讓這個中國大陸啊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國可以遏制中國大陸的一把刀。那刀沒有很厲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灣都可以變成一支小刀了，何況日本？這是美國的算盤是如此啊。所以他為什麼要插手讓高市早苗得票更高一點？就是要碾壓那些過去他認為不親美的政權。好，我們剛剛就政治面做了一個分析。那針對於接下來日本的經濟，我們也請聶老師來帶我們看。因為呢，其實高市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還包括在經濟層面，他希望能夠改善日本的體質。那他壓注的是在再通膨這件事情上，他認為說日元是可以貶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麼，但是財政不能夠停。但是同時，我們看到分析師在最近做了一個示警，說呢，現在日元對上美元可能會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創廣場協議的新低。那麼弱勢的日元就可能會造成輸入性的通膨，消費者不花錢，本土的消費動能就會日漸的變低。那市場反應現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債殖利率跳升，日元劇烈震盪，股債匯全部拉起警報。聶老師怎麼看接下來日本的經濟？好，我們現在看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這個眾議員的這個票選呢，高票當選。這個當然對日本的保守主義也是右派當然是非常的興奮。當然這個其來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右派保守主義已經成為政治主流嘛，各國都一樣，從川普哪裡都一樣。好，那不管怎麼說，他這次呢，這個雖然這個小賭，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會贏。他贏了之後，當然他對他所有的政策，當然就更大膽的敢去嘗試，甚至你剛剛講到，認為他應該要貶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為什麼要認為他要貶值。哈，當然這也會使我想到安倍晉三當時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嘯之後的歐債危機時期，他丟了3支箭。第一個箭呢，就是大肆的丟 QE， 丟了50兆的這個日元。當時那個叫貨幣箭，其實還不錯，做的還算成功。但是它的財政箭和社會結構箭，當然會又打倒了這個日本的經濟。那不管怎麼說，延燒了10幾年，到現在高市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個不一樣的景氣的一個循環。那這個景氣循環未來會怎麼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當然我想這個金融學家都會去分析啊。但國家在這個政治變局的時候，它的股市、債市還有匯市三者聯動，一定會產生一些變化。當然我現在也看了一下，從上個禮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漲了非常多，大漲。那當然從5.4萬就跳到了5.6萬多，表示短暫時期的日本大部分民眾是欣悅的，大家對這個認為是一種強心針，是往上的。但殖利率並沒有並沒有好像說債券這個往上而殖利率下降。當然短波看不出來，當然可能大家對這個所謂的日本雖然短暫這個右派主義好像得到了大家的這個勝選，重點是
未來這個波動還是蠻高的，因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邊完全下注的壓住美國，他已經就是這死去壓住美國，很多的國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國家能夠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現在就是台灣、日本是最一面倒的靠向美國了。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的風險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會知道，所以債券人家不敢隨便買你的國債，尤其是國債，所以國債你要升還蠻難的，所以殖利率會提高。第三個講匯率啊。匯率有2種情況，一種是因為匯率跟剛才股債不太一樣，股債一般是投資客或企業家可能會下注，產生的供需的變化，但是匯率是有國家可以操控的，因為國家有一支貨幣政策有2個手，一個是利率，一個是匯率，當財政政策是稅率嘛，匯率的手國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國為什麼會定所謂的什麼匯率操縱國諸如此類的。當然，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是因為高市說讓它貶值也無所謂，因為它為什麼要傾向貶值？一個國家貶值叫做貶值救經濟，或者降息救經濟，降息刺激大家消費，貶值刺激買賣的這個貿易順差，所以它要用貶值救經濟。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製造業為什麼那麼強？那除了它的當時的半導體不錯之外，資本財不錯的，最主要它東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買，所以在廣場協議1985年9月20號之前啊，這個時候它的匯率是極低在260比1，那時候是日本經濟非常好的時候。再想一下，我們講我們的對岸大陸，它也是因為當時的匯改在1997年7月2號啊。PEG 這個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號才鬆綁，這一段時間經過了這個 WTO 才大賺世界貿易財。他想這樣走，當然我們也必須分析，以日本現在的經濟，他如果這樣走有很大的風險，因為現在整個日本的經濟並不是這麼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銷售的。如果他真的讓它貶的話啊，不是市場決定，是他要這樣走，所謂丟這個貨幣多，然後來創造這個匯率貶值，用政府操控的話，可能會造成它的通膨會，尤其輸入性通膨會急速的升高，讓人民的生活會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須思考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個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認為要把國家經濟帶起來，會讓人民更痛苦。他將來螺旋式的旋轉會讓這個國家可能更慘，也不一定。所以我覺得他的政策現在看起來他想大膽嘗試，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隱憂。